你今天不是要去你妈家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我回去一看，我知道他可能不会再回来了，可是一时之间，我也不知道，我的心情特别别扭，我也不知道怎么面对我妈，所以我就走了。想不到呀，你这断奶期也真够晚的。吃枪药了，阴阳怪气了今天。妈，我回来了。你怎么不打个电话说一声啊？来，我给你做饭去。别忙了，我不饿。你怎么自己就吃这些啊？一个人你说做那么多饭吃不动啊，这挺好的。妈，来，快坐下。对不起啊，我上次不应该那样跟你说话。没事的，我哪往心里去了？你要是不愿意，没关系，妈妈和你一起过也挺好的。快坐。我跟你说吧，昨天啊我去超市，哎呦，真的捡着便宜货了。哎呦，大妈们全都买葡萄、西瓜，你爱吃的水果，我买了一大包。你看这葡萄太新鲜了。哎，怎么了？哦，怎么了，妈？我这胳膊，不是，胳膊怎么了？我就是太贪财了，明明拿不动那么多，非要拿。没关系的，我这可能是有点。我给你拿点膏药贴啊。我突然想起我工作室下午还有点事儿呢，膏药给你放这儿了，我先走了，妈。在遇见李兰芝之前，我觉得这些没什么，但是一有对比就看出来了。我在她那儿不管做什么，她都很给我面子。所以李兰芝的出现让您意识到，您的内心一直是对大方有意见的。对，有的时候确实是这么感觉的。你们刚认识的时候什么样？大方会对你提出很多的要求吗？其实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，她也是这样的。那时候我觉得能力挺强的，很能张罗事儿。我这个人呢，多少有点优柔寡断，有些事儿啊，他能帮我拿主意。您知道吗？往往情侣刚在一起时互相欣赏的因素，也是日后导致他们分道扬镳的因素。对，时间长了就是这样，什么事儿都被你管来管去的。最开始啊，我是不愿意跟他争，可后来啊，他连我的意见都懒得问了。可以理解，最开始的时候，你把它当成你的保护伞，你会觉得它很温暖、很阳光。但时间久了以后，你会发现它有很多缺点。最重要的是，它容易忽视你的情感需求。你有没有把你真实想法告诉他？比如，你想帮助他远离这位无用的朋友。说了呀，我跟他说了，别人不安好心，那我要怎么解释他才能明白呢？您有过把您的任何真实想法都坦诚地告诉他吗？比如，您不想离婚这件事情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您好像很多的时候都回避表达您真实的想法？是这样吗？比如，我们现在做一个假设，老松现在要出去跳舞，你不想让他去，你会说什么？你去哪儿？你说的是你去哪儿，而不是请留下跟不要去。很多时候，争吵、我还要去跳舞呢。又去见那个小寡妇吗？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？回避，跟谁打电话呢？啊，移动打的。
谩骂，在外人面前也从来都是这样。甚至进入外力来解决这些问题，都不是最直接的。我认为，你不如直接说出来，这样更简单，更有效果。在每段婚姻当中，每个人的着重点跟想法不同，但是作为夫妻，比起一味的索取，了解到对方的需求还有付出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只有当索取跟付出趋于平衡的时候，才是最稳固的婚姻。在这次会谈结束之前，我想布置您一份家庭作业。您回家以后好好仔细想一想，这么多年最严重的几次争执是什么时候，请您记录下来。我希望下次你们再来时，可以将这份家庭作业带给我。怎么样？好看，您儿子长得帅，穿什么都好看。都包起来吧。嗯，好的。哦，还有这个。哎，好。多少钱？我来买。我来，我给你买。您好，一共1280元。这两件太厚了，我都不太喜欢，就要这个吧。嗯，好的。一件的话是350元。哦。好。没事，买多了也穿不了。哎，那好。谢谢。谢谢光临，请慢走。小心烫，你先好好休息，我明天再来看你。真的？真的。你明天想去哪儿？想去海边。没问题。那你先休息。我先走了。对不起。如果我知道多存点钱，就可以2件都买了。怎么一脸不高兴呢？小金还没有跟你回啊？我决定了，他要是再不理我，我就彻底拉黑他。谁把谁啊？哎，那个小金，我觉得是挺负责任的。你再等等吧，别动不动就拉黑人啊。你今天不是要去你妈家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我回去一看，我知道他可能不会再回来了。可是，一时之间，我也不知道，我的心情特别别扭，我也不知道怎么面对我妈，所以我就走了。想不到呀，你这断奶期也真够晚的。吃枪药了，阴阳怪气了今天。